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很多人都说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他根本没有实力去统一台湾，在台海发动战争的这种可能性是不是还存在？那么西方是不是应该继续的做好全面的这种备战的准备？我觉得大家可能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实际上在我看来，中国经济越来越差是必然的。那么当共产党对自己维持统治的信心不足，或者说他的执政在不断动摇的时候，那么他就有可能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最近的事实也证明，台海的兵凶战危并没有解除。据美国 NBC 的报道，在习近平访问美国参加 APEC 会议期间，他对拜登说了一句话，现在才被媒体曝光出来。这句话就是台湾要被中国统一。之前流传的这个内容，其中包括习近平否认了有一个武统的时间表啊，说在2027年之前武统怎么样？他说没有这个回事啊，没人跟他说过这个事儿。虽然独裁者的话不能轻信，但是我觉得也许是真的，就是他没有一个非常详尽的哪年开始武统的计划，但这不代表他没有做武统的准备工作。而他现在曝光的，他说了这句话，强调了中国要统一台湾，而且还不是对自己人说，而是对美国人说，这正说明了他一定是有这方面准备的。从共产党过去把大量的资源用作维稳和解放军的这个内部的财富再分配上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他越来越依靠解放军，越来越依靠战狼，越来越依靠跟这个俄罗斯、伊朗这些国家的结盟。就在昨天，《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说，中国正在静悄悄的在新疆的罗布泊建设秘密的核试验基地。这个核基地的名字叫做马兰，拥有大量的建筑群和设施。从2017年以来，新建或者是更新了超过30个建筑物。纽约时报获取了2021年的卫星照片，这是他备战的其中一项，就是增强解放军的实力。那当然，为了捍卫台湾的安全，必须要继续的购买美国的先进武器装备，甚至跟欧洲的一些国家合作，共同研发。你不这么做，就是对台湾人民的不负责任。如果你支持不要购买先进武器了啊，放下躺平，那就正好中了共产党的下怀，那就几乎不用武统了。那大兵压境的时候，他都不用真正开火了，你就已经投降了。那除此以外呢，除了军事上的 build up 以外，还有就是渗透统战。统战我们过前讲了很多了，还有一个渗透，最近有一些消息也蛮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些台湾的朋友发现，那么台湾本地的汽车制造商啊，裕隆旗下的中华汽车可能要引进到台湾来，而且中华汽车还准备引进中国的50。有的台湾网友就警告说，千万要小心啊，因为这些品牌安全性都是存疑的。比如说英国的 MG 这家公司，它被中国收购之后，在2023年的一次安全测试上居然得了0分啊，就是获得了0星，毫无安全性可言。那这些车如果被引到台湾来，台湾人都纷纷换了这样的车，那么我觉得是安全堪忧。对台湾，而在台湾制造混乱，这是共产党一直以来的心愿啊，这也是他们一直在努力做的事儿。特别提醒在台湾的朋友们啊，注意的消息。那么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可能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中共继续的渗透到台湾，试图干预台湾大选。另一个非常明显的借选证据，就是刚刚公布的中国国务院决定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其中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从明年1月1日起，要对原产于台湾的12个税目进口产品终止协定税率。那么中国现在停止了对台湾的这个税务上的优惠，那它的理由是你台湾不够配合我们中国，你台湾没有允许我们中国的产品啊这个自由的进入到台湾，你实际上是对中国产品进行了贸易限制。那这种理由很牵强，因为台湾并没有做任何的新的动作，台湾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没有说有一些新的动作出来。但是中国呢，说我进行过调查发现你们对我的产品有贸易限制。那国家跟国家之间总是有贸易限制的，对吧？你不是说什么东西就敞开国门随便进来的，对吧？所以中共这就明显就是说，你不让我们随意的去渗透你，那你就是贸易限制，那我就制裁你。你看他随便可以找个借口。所以说你刺激不刺激他不重要，重要他想怎么做怎么做。那这个时候这么做，那跟台湾大选当然有直接关系了，就是想教训台湾，伤害台湾的利益，让台湾内部产生压力啊，这些压力团体、利益团体，那么就会可能支持反对党啊，对现在的台湾政府进行施压。
这就是中共想利用台湾的民主制度达成的目的，就是下架民进党。很有意思，就是在中国的贸易部正式的宣布要对这两岸的贸易进行调查的前夕，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正好秘密的访问了中国大陆。后来这个事情被曝光出来之后，他们国民党才承认说对，夏立言现在在中国，他们走之前是没有公布的秘密的访问中国，那跟中国谈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国家的反对党跑到一个敌国，一个几千枚飞弹对准台湾的敌国，去跟那个国家的人进行秘密谈判，既不代表台湾政府，也不代表台湾人民，就是一个反对党。那么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就是你这个反对党为了上台，是不是勾结境外的势力？因为你刚访问完之后，他们就公布要对台湾进行一些制裁，那对台湾这种制裁是有利于谁的？有利于反对党的，对吧？虽然是伤害台湾国民的利益，但是它有利于国民党。那你这个党是不是在勾结中国来对付台湾人自己，以此来换得选票？我们不得不去怀疑虽然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因为我不是听窗师，我没有在国民党和中共的这个谈判桌底下藏着，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合理怀疑，因为这是非常符合逻辑的事情。我们看的是一个最后结果，确实如我们所料，中国在台湾总统大选只剩半个月的时候频频出手。如果这不算借选，我不知道什么算。我之前讲过了，就是在两岸议题上，或者说在台湾的国家战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这种大的宏观层面，我认为民进党过去做的是值得称赞的，我对他们的信任度超过另外两个党。当然对于其他的一些议题，那两个党也不是没有优势，没有价值只不过是我作为外人无法评论。但是作为一个反对共产党入侵台湾、支持台海和平、支持台湾捍卫自己的主权的这样的一个加拿大人，在这一点上，在我认为最重要的这一点上是认可民进党的。就在最近，有一个中国网友在网上发文大骂台湾政府，说台湾对他有满满的恶意。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最近想去台湾旅行，要看台湾5月天的演唱会，结果在申请入台旅行证件的时候被拒签。台湾移民署给出的理由就是这个人实际上是在中国的华为工作，是华为驻中美洲的员工。华为是中国党国的一个重要的棋子一个重要的战略工具那么你为华为工作，实际上就是为共产党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你为共产党工作，然后你要来台湾，不管你说的什么理由，台湾不相信你，不认可你，那你就来不了，对吧？这是很正常的。然后他就回去抱怨说台湾对他有恶意。台湾为什么对你有恶意？不是针对这个人，针对的是背后的华为。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他是不是华为指使的？你怎么知道他在台湾没有其他的目的，对吧？为了台湾的安全，为了台湾的利益，为了保护台湾人民，拒签是很正常的。任何国家都有权利去拒签别人，哪怕今天台湾如果拒签我，不让我去台湾，我虽然可能不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尊重台湾政府把捍卫台湾安全放在第一位我自己是个人受损了都没关系。所以看到这个消息，我倒是蛮对台湾政府刮目相看的，就是确实你们终于有了这根弦，有了这个安全意识这太重要了。因为要知道中国的手是无处不在的，它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渗透到台湾的政府、台湾的社会，甚至台湾的军队，对吧？另外我在网上也转发了一条消息，是台湾的一个网媒林姓记者违反反渗透法遭到警方收押。他接受了中共福建省委的指示，和自称民调专家的苏某一共制作了高达8次的台湾的总统大选假民调，其中包括侯康配 33.22， 超车赖萧配 32.0， 透过多家网络媒体来发布。但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的电话访问，但是他们自己却假装说面访和抽取了台湾地区北中南部各300人以上的民众做电话访问。这个林姓记者多次赴中国和中共福建省委的官员会面，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介选是无所不用其极，就是为了下架民进党。所以我们说这次大选是赖清德对阵习近平，他们甚至连民调统计都要渗透，连民调专家和记者都要统战。之前台湾的民进党政府也抓了很多间谍，对吧？这些间谍几乎大部分的都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已经渗透到台湾的，已经收买了台湾的很多重要的军事人物。所以我认为台湾政府这么做是对的，是负责任的。而另外2个党如果执政的话，我真的是有点怀疑会不会像民进党这么的坚定。谢谢大家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